欢迎来到今天的影视深度大盘点。如果说古装剧考验的是演员的骨相与仪态，现偶剧考验的是松弛感与氛围感，那么民国剧绝对是一块能把所有演员的颜值底子、气场深度以及骨子里的荷尔蒙狠狠扒开来检验的终极试金石。军装披风的凛冽杀气，三件套西装的禁欲压迫，金丝眼睛背后的暗流涌动，还有乱世烟火里那一抹若即若离的宿命感。只要演员稍微接不住戏，就会沦为廉价的影楼风幻装秀。但凡演员的气场与时代背景产生共振，留下的就是载入内与史册的名场面。站在2026年的当下回望，内娱荧屏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国风暴，新老顶流正面碰撞，新生代小生野心勃勃，初代神颜更是强势坐镇。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深度拆解这场2026年民国男神巅峰大乱斗，看肖战如何把斯文败类演成教科书，分析张凌赫究竟在镜头与人设上踩了哪些雷，再带大家重温那位真正跨越岁月，被全网公认封神的顶级天花板。谈到2026年最具颠覆性、讨论度断层领先的民国男性角色塑造，肖战交出的答卷无疑是一记重磅炸弹。以往观众提起肖战，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策马江湖的四翼少年，或是清冷出尘的世家公子，但在民国乱世的镜头切割下，他彻底撕碎了既往的舒适圈标签。肖战的面部轮廓属于极其标准的高折叠度骨相，下颌线转折凌厉清晰，眉弓与山根的衔接带有一种天然的欧化立体感，但偏偏生了一双极其含情、眼尾微微上扬的锐凤眼。这种骨骼极冷、眉眼极艳的反差，再穿上剪裁严苛的纯黑三件套毛呢西装，戴上一副无框金丝眼镜时，瞬间产生了一种近乎危险的化学反应。造型团队舍弃了过去民国剧中泛滥的油腻大背头，采用了微带湿发碎发的37分复古偏分，金丝颈链垂在冷白皮的脸颊侧面，随着走动微微晃动。这种视觉语言传递的不是单纯的帅，而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压迫感与精英疏离感。表面上是留洋归来、温文尔雅的银行巨擘或名门学者，领带夹与袖扣严丝合缝，实际上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每一下眨动都在算计着乱世各方势力的生死棋局。斯文败类这个词在近年来的影视剧里经常被误读，许多演员容易用力过猛，把精于算计演成挤眉弄眼，把阴狠毒辣演成歇斯底里。肖战在处理这类复杂角色时，展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收敛与克制，眼底情绪的层次剥离。在面对政敌与名流应酬时，他的嘴角永远挂着恰到好处的30度社交微笑，温和谦逊，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病娇贵气。但镜头一切到特写，镜片折射出寒光的一瞬间，他的眼皮微微下垂，眼底没有半点温度，那是看透一切棋子价值后的漠然。肢体语言的权衡，他极少有大开大合的情绪爆发，点烟时修长手指的微微停顿，整理手套时漫不经心的动作，甚至是慢条斯理用手帕擦拭溅在袖口上的茶水，亦或是血迹。这种在极端优雅中展现掌控欲的肢体设计，赋予了角色一种深邃的神秘感。这种表演不仅满足了观众对民国权谋美学的极致幻想，更成功将斯文败类从扁平的标签升华为具有悲剧宿命与智力压迫的立体人物。如果说肖战在民国赛道里完成了人戏合一的高维输出，
那么张凌赫在2026年民国剧中的遭遇，则引发了全网针对顶级硬件如何被错误镜头语言消耗的深度行业大讨论。客观来说，张凌赫的外形硬件在95声中处于绝对的梯队前列，净身高超过190厘米，头身比极佳，肩宽腰窄。按理说套上笔挺的民国军大衣或是长款双排扣风衣，应当是行走的荷尔蒙画报。然而，成片呈现出的观感却与观众的高期待产生了明显的错位，甚至被调侃帅哥被剧组狠狠下了降头。问题首先出在仪态与体态与民国厚重服饰的兼容度上。民国军装与定制西服对演员的脊柱挺拔度、肩颈核心力量有着极高的要求。张凌赫由于身形过高，在部分过长镜头或日常抓拍中，容易出现轻微的颈部前倾或肩部重心不稳定，这在古装的大袖长袍中可以被飘逸的布料掩盖，但在剪裁硬挺、线条如刀刻般的民国制服面前，任何一丝仪态的松散都会被镜头无限放大。纵观该剧的成片质量，导演团队在视觉呈现上犯了几个致命的审美误区。死亡角度与超广角畸变，民国军官的威严感本该依靠仰拍和中远景的运镜调度来展现气场，但导演却频繁使用超广角近景特写，甚至从极具攻击性的死亡俯拍角度去对脸。张凌赫的面部属于五官两感大、立体度极高的类型，广角镜头边缘的拉伸直接导致了面部比例失真，放大了骨骼的粗粝感，削弱了他原本引以为傲的精致度。打光扁平化，磨灭立体轮廓，民国剧最讲究光影的明暗对比，那是动荡年代特有的沉郁感。但剧组却采用了类似流水线现代甜宠剧的平光与高亮美白滤镜，强光一打，演员深邃的眼窝与立体的高鼻梁瞬间失去了阴影支撑，变得扁平而失真，甚至让原本贵气的少帅扮相沦为没有厚重感的漫改影楼风。除了视听语言的翻车，剧本底层逻辑的坍塌更是让演员无从发力。编剧试图将角色塑造成战无不胜、杀伐果断的铁血少帅，但在具体情节展开时，却不断塞入毫无逻辑的降智甜宠桥段。前一秒还在军营里部署生死防线，后一秒为了强行制造工业糖精，竟然在枪林弹雨中为了误会拉扯不清。这种人设的前后割裂，导致张凌赫在表演时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演狠了显得无理取闹，演软了又撑不起军阀的震慑力。不是帅哥不够帅，而是缺乏合格的剧本骨架与高级的导演审美来为其托底，最终遗憾沦为这轮乱斗中让人扼腕叹息的牺牲品。在内于年轻一代演员普遍追求冷白皮、精致感、破碎感的当下，李现的存在就像是一杯入口辛辣、后劲绵长的陈年烈酒。在2026年的民国剧谱系中，他走出了一条极具个人辨识度的硬汉与市井老江湖路线。李现的骨相方正，下颌坚毅，带有极其强烈的雄性荷尔蒙力量感。他在民国剧中的造型完全摒弃了过度修饰的精致感，微微敞开的粗麻衬衫，随意卷起露出青筋凸起的小臂，沾染着机油与风尘的棕色皮夹克，或是略显陈旧但身姿板正的斜纹粗呢马甲，嘴角常年叼着一根未点燃的火柴，眼神里带着3分戏谑7分警惕。这种痞帅并不是流于表面的轻浮，而是在上海滩弄堂与码头风浪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智慧。他不需要刻意板起脸来演威严，
只要往昏暗的酒馆吧台一坐，那种周旋于租界巡捕、黑帮势力与地下潜伏者之间的老狐狸气质就扑面而来。李现对民国小人物与乱世游侠的塑造之所以高级，在于他精准抓住了乱世浮沉中的阶级跨越与信念觉醒。在前半程，他将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唯利是图的江湖掮客演得活灵活现，插科打诨间全是市井生存的松弛感。但随着家国沦陷、山河破碎，他的眼神开始发生蜕变。李现非常擅长处理那些沉默中的爆发。当看到昔日好友倒在血泊中，他没有抱头痛哭，而是喉结剧烈滚动，死死咬住后槽牙，强行将悲痛咽回肚子里，转身戴上鸭舌帽引入夜色。那种将市井痞气收敛为孤胆英雄的转变，不仅赋予了角色极强的生命力，更展现了李现在复杂年代剧中举重若轻的控场能力。他证明了民国男神不只有高高在上的少帅与公子，还有属于泥土与烈火的孤勇者。在影视圈，有些角色属于演员演好了某部戏，而有些角色则属于演员以一己之力定义了整整一个流派。陈伟霆之于民国军装便属于后者。时光飞逝，从老九门惊艳全网到2026年的荧屏再战，10年过去了，内娱民国军阀角色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陈伟霆披上军大衣，踏着皮靴出场的那一瞬间，全网依然不得不承认，在军装霸气这一领域，他依然稳坐头把交椅，无可挑剔的仪态支撑。常年的舞蹈功底与高强度自律健身，赋予了陈伟霆如标枪般笔挺的体态。他的背阔肌与胸肌轮廓能够将厚重硬挺的军装毛呢大衣完全撑起，走起路来大衣下摆随风摆动，带出实质性的破空声与压迫感。眉骨与眼神的杀伐决断，陈伟霆的剑眉斜飞入鬓，眉骨极高，眼窝深陷，天生自带一种不可侵犯的上位者威严。当他微微仰头，垂眸俯视对手时，不需要任何台词，那种统领九门、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铁血气场就已经填满了整个屏幕。如果说10年前的陈伟霆靠的是满溢而出的锐气与荷尔蒙冲击，那么在2026年的民国新作中，岁月赋予了他更加厚重的沧桑感与宿命感。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战神符号，镜头里的他开始有了风霜刻下的纹路，眼神中除了凌厉，更多了看尽生死离别的沉郁与悲悯。在战场硝烟散去的残阳下，他独自伫立在城墙头，整理染血军帽的背影，展现出了民国将领在时代巨轮碾压下的孤独与决绝。这种跨越10年的魅力沉淀，证明了真正的顶级气场从来不怕时间消磨，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醇厚。如果前面4位的比拼是当下顶流与中坚力量的激烈角逐，那么当最后这位出场时，所有的争论与喧嚣往往都会归于一致的惊叹，他就是被全网封为天涯4美之首、建模脸鼻祖的严屹宽。在2026年这场民国男神大混战中，严宽以特别出演的身份重磅亮相，仅仅凭借几个预告镜头与定妆海报，就瞬间引爆各大社交平台热搜。网友们纷纷感叹，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这才是真正的神级帅、断层帅、降维打击帅。在如今高度依赖滤镜、精修与特定打光的影视工业中，严宽的面孔是极少数能够硬抗任何死亡顶光、高清无修镜头的存在。极致完美的骨相折叠度，他的面部结构完全符合西方古典雕塑的黄金分割比例，
高耸的眉弓与深邃的欧式双眼皮自然衔接，鼻骨挺拔如刀削，鼻尖转折精致无比，搭配线条分明的 M 唇与微翘的下巴，整张脸几乎挑不出任何骨骼瑕疵。有些帅哥的帅依赖于造型包装，而严宽的脸则是让造型成为附庸。无论是一身笔挺的民国上将军装，还是带有欧式复古风格的西装马甲，穿在他身上都仿佛油画中走出的旧时代贵族。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光影暗处，那张轮廓分明的面孔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在内娱男演员中，邪魅狂狷是最容易翻车演成油腻猥琐的表演风格，但严宽却是极少数能将这种特质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大师。他微微挑眉，唇角勾起一丝轻笑时，眼神里流淌的不是自恋，而是一种掌控全局的傲慢与洞悉人性的深情。在民国戏的语境下，他将旧时代掌权者的威严、名门贵胄的奢靡，以及面对乱世沉沦时的冷眼旁观融合的天衣无缝。年轻一代演员在努力寻找角色状态，而严宽站在那里，就是那个纸醉金迷、